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又到聊屁天儿的时候了。在这里就叫老宅吧，不叫老师了，因为这个内容都是屁天儿的内容，八卦嘛，啊，八卦内容咱们就属于纯粹的闲聊，好吧？想听啥咱们就说啥啊。我估计呢，讲这个题目呢，很多人都可能会就是骂我吧，或者说不应该，就这个鼓励的太不好了。就为什么说人类的天性就不可能是一夫一妻的呢？就人类可能这种东西出来就应该是一个男的啪啪啪很多女的，一个女的啪啪啪很多男的，这就是人这种生物自己的一个天性。可能很多人都会骂我，但是没办法，这就是事实啊。谢谢大家，谢谢啊，让我拿个水，哎呀，然后放到这儿。就算这个事实让大家不好意思，但是没办法，人最起码是种动物，这种动物这就是事实，好吧？啊，男人喜欢跟很多不同的女人啪啪啪，女人喜欢跟不同的男人啪啪啪，这就是这种生物的一个，造物主在制造这种生物的时候确定好的一个标准的条件。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目前我们叫做人类走到今天科学研究的一个成果。除非会有更进一步的、更有道理的科学研究成果，否则大家只能相信我说这个东西，因为它不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好吧？我今天只是把大致这个东西说一下，大家有什么东西咱们都可以随时讨论，本身就是一个聊屁天的节目，八卦嘛。我们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呢是有很多的缺陷的，比如其中最重要一个缺陷叫进化断层，就是整个地球的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很多中间样态是没有的。考古学把这个现象叫进化断层啊，比如说地球46亿年，那地球46亿年以后就会发现出现了生物以后，17亿年的生物都是单细胞生物，什么变化都没有。然后这个生物中间17亿年都这样，然后有6亿年左右就没有了，什么记录都没有了，就好像这6亿年的历史在地质上从整个地球消失了，断层了。再出现之后呢，就立刻出现了很多的多细胞生物，乃至演化成了植物跟动物，就不知道怎么出现的。动物的进化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咱不说灭绝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狼啊、老虎啊、马呀、等等，以前都有始祖马、始祖狼、始祖老虎，哎，但是也是到一个阶段突然间就没了。然后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狼、老虎、马的样子？中间段也找不到啊。我们老说长颈鹿吃树上的叶子，猜想的当年那个长颈鹿跟现在这个长颈鹿，但是中间的样态也找不到啊。人类也是一样，就是这个进化断层。人类的进化断层呢是在地球发展中最近的，而且就针对人类。按照目前整个的学术界、全世界比较公认的说法，就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大概200万年前，然后呢，一直到距今1万年前。这个为什么叫200万到1万年前呢？因为这是人类的起源。那时候地球上的人类很多，有智人、尼安德特人、弗罗里斯人、梭罗人、匠人等等，很多很多的人啊。再往前还有更多人，比如咱们今天说的元谋人、蓝田人、山顶洞人，都叫直立人。直立人，这是比这更久远的。然后现在我们剩下的人，我们现在只能叫人了，因为现在的人呢，就是一种人，智人进化的结果。对，当时的这些人跟现在咱们这样的人呢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尼安德特人都特别魁梧，肌肉特别发达啊，比现在咱们的智人的肌肉的蕴含度能多将近100%，你就知道多发达啊。弗洛里斯人都很矮啊，都很矮小，身高不足1米，体重25公斤左右。但是在基因上啊，现在通过虽然都无机物了，但是通过对于无机物的检测反馈能找到是一种的。但是在距今20万年前到7万年之间，这13万年中，动物没有，就人类又出现了断层了。这13万年间找不到任何人类的进化发展的化石记录，没有了。那么这个考古断层之后呢，
重新续上以后，尼安德特人、弗洛里斯人以及其他人类的分支很快速就灭绝了。但是他们为什么灭绝，到今天也不知道灭绝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啊？对，一夫一妻制确实是违背人性的啊，没有办法啊，一会儿我讲就知道了。只在地球上留下了一只叫智人啊，这个人和人之间是有生育隔离的，就跟马跟驴只能生骡子，骡子不能生孩子一样，叫生育隔离。所以人和人之间都是人，他们也没有办法产生后代。我们今天的后代都是一种人的后代，叫智人，其他人就没了。那为什么没了呢？我们只有猜想，但是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现代人。这些谜团我们今天不讨论啊，这个要讨论的太多了，时间这个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就是人类从出现到现在，地球出现，物种出现，人类的出现，有无数的谜团。那么出现了我们现在智人，我们现在的活的人，那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人也全身上下从里到外全是谜团，而且所有的谜团至今也没有任何人找到答案，就是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样子？从脑袋上开始说，比如说毛发、头发，我们全身上下有很多的毛发啊，我们之间头发为什么长，胡子为什么长，阴毛为什么长，腋毛为什么长，全都不知道。就所有现在能够被确认的科学原因理由都没有理由，这些东西为什么是长，不知道。而且这些毛发的组成成分条件都不一样，像头发，我们的头发是可以终生无限生长的。如果你不剪头发，啊，有的人做过实验，长到2米、3米很正常。这种毛发在整个地球所有的生物中是没有的，没有任何生物有人类这种景象。所有的动物的毛发啊，就跟你的腋毛、阴毛是一样的，长到一定程度就不长了，就长这么多，不会无限度生长。但是人类的头发就是无限度生长，不知道找不到生物钟。而人类的胡子呢，男性会有胡子啊，男性有胡子，男性的胡子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男性的胡子的尖端、末端会莫名其妙的产生很多毒素，既有生物毒素，也有什么铅、汞之类的这种化学毒素。这种男性胡子末端产生微量毒素的景象，也是任何动物都没有的。啊，所以大家可能有没有人见过，就是这个爸爸长胡子的爸爸啊，去亲宝宝，或者满脸胡子的男的去亲女孩，女孩皮肤比较稚嫩，那亲的时间长点这个婴儿也好，女性也好，这个皮肤都会出现红肿的现象，去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不剃胡子的爸爸呀，啊，胡茬比较硬的，最好不要去亲宝宝，好吗？啊，这个东西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就男性怎么就胡子末端会出现有毒物质，它怎么产生的？今天也没有研究出来，其他动物没有。然后人类是有鼻毛的，真正你去照个相，很浓重的鼻毛，而所有陆地上生的动物都没有鼻毛，所有陆地上都没有。你回去看看你们家猫、你们家狗都没有鼻毛，唯独人类是有鼻毛的。而人类的鼻腔黏膜是完全可以过滤所有的外界物质的，长个鼻毛干嘛用？就是你想，如果鼻毛是为了过滤脏东西，那鼻毛得多脏啊！啊，可是鼻毛有你们想象的脏吗？此外呢，人类大脑的结构和作用更是任何动物无法比拟的。大脑东西我不讲了，有时间看看 ChatGPT 啊，看看 OpenAI 的 CEO 讲的人类的大脑。就为什么现在的 ChatGPT 4.0的版本只相当于智人，还没有到现代人？它的神经元的组合，它的复杂程度，它的所有跟任何动物不可拟的东西，我就不讲了。我只告诉大家，如果驱动一个人类这样的大脑，按现在的技术来说，得有一个核电站，人类得有一个核电站驱动，才能产生人类大脑现在的反馈和计算结果。可是我们只需要吃点东西就行了啊，不详细说了啊。然后接着讲咱们容易理解的，大脑太复杂了啊，容易理解的咱们讲。人类是唯一地球生活的哺乳动物里啊，哺乳动物里面会出现自然肌肉萎缩的。
你拿个狗、拿个猫、拿个什么生个孩子躺那2、3个月，那肉不会萎缩，起来接着跑。人类不行，人类只要卧床，躺在床上，从24小时之后，就24个小时，有的人18个小时，肌肉就开始萎缩了。时间越长越萎缩，只要你不动它萎缩，动的少它都萎缩。也就是如果一个人1个月在床上躺着不动，那个基座就能够很明显、肉眼可见的进行大量的萎缩啊。当然，你不是胡吃海塞的，脂肪会长，但是肌肉会萎缩，脂肪长，肌肉萎缩，结果就是人站不起来了。那之所以人类萎缩，不知道也找不到啊。有一种比较现在主流的学术说法，说人这种动物，所有的能量都为大脑服务，它只需要大脑就够了。人类是认为大脑就可以，而所有的肌肉都是为运动服务的。而一旦躺在那儿呢，就不需要运动了，不需要运动就不需要肌肉了，那所有营养供给大脑就好了。这就是这个霍金，所有肌肉萎缩了，不影响大脑的思考。啊，咱们经常说叫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这句话真实写照。你不信你试试，你努力进行一场运动，踢个足球，打个网球，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大脑运转的很慢，想问题都很迟钝，一下想不明白，因为营养都已经身体消耗了，不供应大脑。此外呢，这个大脑的产生很多作用根本无法解释，这也不是 ChatGPT 能解释的。比如说，绝大部分人在睡眠的时候，从小到大，咱不聊三魂七魄，要聊远了啊。大脑会给你反馈很多很神奇的信息，比如你一生中都会经历过，从小到大，小时候多，大了会少，但是都会经历过。就是你在做梦的过程中梦到极真实的场景，结果你在未来的人的生命中就真实出现了。也就是你走的命运会怎么样？你大脑会反馈给你，告诉过你，你的生命就会有这种情况。此外呢，这个大脑啊，这个你反馈的由你的眼睛看到的颜色的、听到的声音等的反馈等等，全都跟地球上所有存在的生物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反馈我也不多讲了，因为跟我要讲这个男女主题关系不大。我讲这么多，只是告诉大家，就是人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啊，我们跟普通的这种动物一样的一个玩意儿。人这个东西从它造出来，它的发展历史到造出来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都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手，冥冥之中的玩意儿，在不断的就把它创造出来，可能甚至于还会做一些修订。所以这个玩意儿现在出现的很多东西，到底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都发挥什么作用？其实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也不知道。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大家讲到这儿说了，就是人类的性爱跟情爱，以及生殖繁衍的流程和逻辑，都和其他的动物有着明确的差异啊。带节奏的什么八卦聊不到点儿，带节奏的就滚蛋啊，滚蛋，别看了，好吧？啊，就是在这带节奏的，我就把你都删了。你不是愿意吗？你不是有疯了吗？你的时间花在我这干嘛呀？好吧，你既然愿意带节奏就滚蛋啊，好吧？你说你自己在这说爱聊不到，你自己看不愿意看就走嘛，时间是你自己的，你在这听个屁呀，对吧？不多说了啊，别找我骂你，好吧？啊，这小毛、小粉红、小五毛、小粉红，但凡在这带节奏的，你别找我骂你啊，我删了你是好事儿，好吗？回来聚焦到今天的主题，对，大家都知道，地球上所有的哺乳动物，所有的母性，如果你们不知道的，可以去网上查一下，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玩意儿叫排卵期，人也有，一排卵，那男的啪啪啪，卵子精子就要生宝宝了。所以在排卵期的时候，就证明你要排卵了。那这个时候就具备着这个女孩子，这个母性具备生宝宝的条件。地球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排卵期，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所有的母性的哺乳动物在出现排卵期的时候，会有极明显的变化，包括它的外观，包括它散发的气味，包括它说的声音，吼叫啊、哼唧的声音，包括它的行为举动，全都不一样。比如说母猩猩在出现排卵期的时候，胸部会明显的发红；母的猴子呢，生殖器会肿胀，大象也会肿胀。
母狗、母老虎会散发浓重的吸引异性的味道，然后更多的母性几乎都会用动作来证明自己已经要进入排卵期，来逗引男性你看什么北极熊的片子，看各种东西都会发现，对，狮子都会发现。所以呢，所有的雄性都会知道你要到排卵期了，那到排卵期了以后就可以啪啪啪了。所以根据目前呢，人类所有的科学研究，地球上已经发现的哺乳动物人类已知的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到了母性到了排卵期就会快到了就会发情，发情的时候就产生肉眼可以看见的明显变化，从而吸引雄性跟它啪啪啪。当然，这个啪啪啪的过程呢，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一个母性只会跟一个雄性啪啪啪。那一个雄性可以跟很多母性啪啪啪，或者一个雄性只跟一个母性啪啪啪，但是一个母性的哺乳动物只会跟一个雄性。所以你看，一个狮群里只有一个雄狮，可能200个海狮、海象、海豹群里只有一个公的，但是有大量的母的。当然，也有很多动物都是一夫一妻，一个狗熊就是一个狗熊，一个老虎就是一个老虎，不会出现什么场景，一个母性跟一堆雄性去啪啪啪的。所以呢，在人类已知的哺乳动物里，既有一夫一妻的，也有一夫多妻的，但是没有一妻多夫的，只有一种动物例外。这个动物是什么？人类。人类。人类的例外在哪儿呢？跟大家说几点。第一个例外就是人类的母性，也就是女孩子，没人知道，大部分人都没人知道排卵期，没人在排卵期有明确的生理表现。是你所有跟生殖有关的这种器官会发生明显变化呢？还是你声音会变化呢？还是你会行为变化呢？不知道。不仅是大部分的外人男性感受不到女孩子来排卵期了，连女孩子自己如果不是计算，拿个表计算，光凭对自己身体的感觉，绝大部分女性也不知道自己能够进入什么，进入排卵期。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景象。所以人类在地球的已知的哺乳动物中是唯一一个什么动物？就是母性、女性在排卵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特别明确的身体表现、气味变化、行为变化等等的，没有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特别无法去解释的。第一个这个解释的我们当时已经刚才讲了很多人类跟其他动物都完全不一样的特点，都已经讲过了。现在就发现我们的女孩子跟其他的母性都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大家没有什么奇怪的，反正又不是一个不一样，对吧？这个已经很明显，那么多不一样了，这个女性不一样很正常。第二个有关的特别不一样呢，就是生宝宝的过程。不仅这个啪啪啪的过程没有明显标识，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啪啪啪它会生孩子，而人类所有的孩子都叫半成品。人类生育的宝宝，我们都叫早产儿，因为根据对地球上已知的能够研究的哺乳动物的研究，动物的妈妈生下宝宝的时候，绝大部分真的是绝大部分，宝宝的大脑成熟度跟成年的妈妈、爸爸这个动物的相比，都要在50%以上。最差的，就像大家看到熊猫这么小的小不点的宝宝，但是它的大脑成熟度跟爸爸相比、妈妈相比，也能达到30%以上所以有时候说大家说熊猫比较傻，因为它宝宝就比较傻，但是它也能达到30%以上啊。所以这种成熟度导致你们见过的一生下来的小猴子、小马、小老虎等等，很快就会跑，而且动物都会自己找妈妈的奶头去吃奶，对吧？但是人类不是，人类不是，人类生育的孩子大脑的成熟度生出来的普遍只有成年人的3%左右。明白了，不是30，不是50，也就是我们宝宝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成熟度只有成年人的3%。人类的宝宝啥也不会，别说走路跑，连爬都不会，别说自己找妈妈奶头吃，很多奶头塞到嘴里开始都不会吃，
得慢慢引导他去吃。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呢可能也总结了一些原因啊，说为什么说因为女性的盆腔窄，女性的产道比较细，如果等宝宝的大脑发育到30%及其他以上，跟哺乳动物差不多，就生不出来了等等。其实你们仔细想想，这个不是原因和理由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动物在创造的时候，它创造出的宝宝，它就不能够让生理上自然生育啊。抱歉啊，这是从结果来推导的，没意义，没意义。但是如果人类肯定不是进化来的，是神创造的，造物主创造的，他创造的时候有 bug，有缺陷，大家就理解了。啊，目前呢，在全世界的科学界已经比较公认，人类肯定是造物主创造的。啊，就跟杨振宁说的一样，你们去看很多这样子的，基本上都谈啊，从那时候的爱因斯坦、牛顿，一直到现在咱们中国说中国话的杨振宁，都说是造物主创造的。啊，我们不能确认的就是人类目前是以什么样态，是真的是以物质样态呀，还是物质跟这个能量共存，还是单纯的意识能量样态等等存在的？什么原因怎么造出来的？什么样态造出来的不确认，但是能确认的就是肯定人类是造物主创造的。当然，怎么创造的也不是今天讨论的话题，我们也不聊。我们继续顺着上面的说，就是这个动物创造出的这个动物，它的排卵期没有明显的征兆，没有生出来的宝宝这么大，那是为什么？好，那目前呢，科学界，人类的科学界啊，这不是我瞎说，给予的主流的思想推导是什么？说为什么？因为人类生的宝宝太小，都是什么？都是早产儿，都是半成品。这样的宝宝单独靠母亲去养育，动物都是妈妈就带大了，但是人类的宝宝单独靠母性去养育的，一个人去养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对，不可能。所以这样的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女性在排卵期的时候没有征兆，只要女孩子没有来大姨妈，可以自由的跟任何自己选择的男孩子啪啪啪，也就是人类的女性不隶属于任何的男性，不像动物，女性都只隶属于一个。所以任何的女性只要没有来大姨妈，都可以跟男的啪啪啪啪啪啪，都可以导致怀孕。所以这个时候怀孕以后，女孩子生出来的这个宝宝，就是任何爸爸的可能性都可能。既然是任何爸爸的可能性都可能，而男性又希望自己的基因得到传承，单一女性又无法去养育孩子，甚至单一的夫妻两个人都很难去养育孩子，养育孩子的过程都是很困难。那造物主就造一堆男性帮助女性共同去养育这个孩子，所以特地让女性没有排卵期征兆，人类女性这样子的所有 papa 的男性都有可能成为新生儿的爸爸，为了自己的基因能够延续，后代能够延续，承担这个职责。那当然了，这个科学只是科学，可是现状怎么样？历史上真是这样，特别是在西方，特点是这样。你在欧洲、在非洲，直到近代，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呢，我跟很多人说，我说你可以去参观一下法国的凡尔赛宫，里面雇一个导游，中文的，给你聊一聊，听一听路易13、路易14那个年代，距现在不远呐，凡尔赛宫真实的景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欧洲不管是平民、王公、大臣，很多人都无法确认孩子是自己的。但是只要某一个媳妇儿生了宝宝，跟这个男的发生过，跟这个女的发生过关系的所有男性，都会或多或少的对这个宝宝提供帮助。所以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大臣的媳妇儿也是随便跟皇帝睡，甚至于王后也会跟喜欢的大臣睡。对，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参观凡尔赛宫，听一下当年的真正的欧洲历史就知道了。这样就促使哪一个妈妈生下孩子都可能是其他人的，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基因技术，这样子宝宝就可以得到最多人的一个养育。对，我讲到现在这儿啊，现在是 DNA 了，当年没有，大家明白了。而且宝宝你说长得像谁，他也得1、2岁、2、3岁以后，那个时候基础的半成品已经变成成品了，养育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呢，就开个玩笑啊，或者也可能真的也可能开个玩笑，就是造物主造这个孩子的时候，造妈妈的时候啊，可能造物主又出现了一个 bug。对，造妈妈的时候，发现这个 bug 呢，导致一个妈妈在生了孩子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如果真的完全发育成熟出现的时候，这个妈妈就生不下来了，身体结构啊，开个玩笑啊，当然，所以呢，造物主可能就为了改变妈妈的结构，可能就还得改变爸爸的结构，太复杂了。那怎么办呀？那索性就轻轻的改变一下女性的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关于这个排卵区的显象。这样的话，就改变一个这个物种的生理结构，让所有的这个女性都可以跟男性生育，然后大家共同养育孩子，而且谁都不会吃谁的醋，因为都觉得孩子有可能是自己的。哎，这样就会出现了。这个是目前主流科学研究得出来的结果。我再说一遍啊，不是我胡编乱造的，这是主流科学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解决的问题就是早产儿养育更高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啊，咱们现在都有钱了啊。当然，如果从这个推，也就知道什么叫母系社会，一直到父系社会了。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增加啊，男的越来越有钱，男的为了保证这个宝宝是自己的，男的就会把很多女的都搁在家里啊。我们叫一夫一妻多妾制，对吧？然后这样的，因为男的有财富了，他就保证生育的孩子都是我的，这就形成了一个男的生产力进步了嘛，可以养育很多女的，突破他原有的生理构架，这样子从母系很多人养育进入到父系氏族了啊。直到现在，我们形成的还是所谓的男权世界，以生产力条件为来的。但是呢，最开始的来源研究成果从生理上导致是这样子的啊。上天也就是造物主把人类设计成这个样子，让他具备这样的特点，就让男人或者女人在啪啪啪的过程中具备了一种生理的基础本能。这是一个我们可能现在只能认清楚一个，不管你叫它好还是不叫它好的一个事情，对吧？叫它好不叫它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是男人跟女人啪啪啪这个事儿，在生理上，上天是给予大家自由活动的一个权利了。那有人说，为什么有的男的、有的女的专门喜欢跟另外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去啪啪啪？这种啪啪的过程中呢，我个人的分析，因为上回咱们讲过爱情，应该是情感因素占据主导形成的啪啪啪行为啊。这时候这个情感因素主导形成的啪啪啪，就可能导致一个男人只跟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只跟一个男人。但是如果有的男的就喜欢跟很多女人啪啪啪，有的女孩就喜欢跟很多男人啪啪啪，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你的生理本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不是情感因素。生理本能，因为创造就是创造出这个样子，好吧？啊，当然了，今天咱们聊这个东西呢，都是道理啊，所谓现在科学推导出的道理。每个国家还有每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你在西方社会，还是比较开放的。因为我为什么说欧洲呢？一直到今天，只要愿意，啪啪啪可以在很多场景下去出现跟产生啊，不管这个是男的对女的舒服，双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人家有时候开玩笑啊，说评价过很多国家这个男女出轨率，因为都是自由的。但是在中国呢，其实我讲完了，你还得约束好自己。对，中国的法律法规是不太允许的，不太允许大家啪啪啪的。好吧，所以我给大家啪啪啪出轨，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一个依据。对，这个科学依据是从人体本身构造的生理上达成的一个依据啊。如果你发现我就是特别喜欢跟女孩子去做，大量女孩子做，那只能说你的呃生理本能在你的人的活动中占据的主导力量比较强大啊。然后有的人就会对一个人
钟情，那就是说你的情感本能占据的人类这个东西是比较强大的，好吧？大家有什么东西去聊一聊。下次说，其实我跟大家为什么说国学，我以前也说过，这个东西太小众了，就是太小众了。我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对吧？咱们讲这个东西，你但凡调六爻八字、梅花易数，就得从什么地方？从阴阳开始讲，对吧？然后从周易开始去讲，从五行开始去讲，然后呢，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你看为什么从阴阳，从无节太极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八64眼64卦阴阳，就大部分人就排除在外了。所以呢，现在讲这个东西呢，属于阳春白雪。但是我讲这个玩意儿呢，更多还是下里巴人。因为下里巴人呢，才是咱们大家都沟通和聊的东西。真正到阳春白雪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爱好更多的一些爱好或者深入研究的一些主体了，所以听起来很难也没有一点儿这个就是一下就能够听明白的没有一下听明白的，好吧八字就叫四柱嘛，年月日时，你出生的四个因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个时候，然后每一个年的天干地支、月天干地支，日天干地支、时辰天干地支，就形成了8个数，明白了吗？这个就叫八字然后你这就叫八字贾老师，那你给我讲讲怎么形成的？我又讲了，又是阳春白雪，很复杂的铺垫跟过程。好吧，就不跟大家讲那些东西了啊。CI 是谁？你可以把名字写出来。如果一个女孩子曾经说过跟我有没有关系，你可以写个名字。我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不能说的在这个本身就是个聊八卦的一个话题嘛聊八卦的话题。其实呢，真正在人类的生活过程中，我的感觉是，反正对我来说吧，是情感上保留对这个人的依赖，对个人的东西要多于动物属性的。也就是我对一个女孩子如果比较有感情，很在意可能跟那个女孩子呢在床上啪啪啪的很舒服，但是呢，我可能很快就会忘掉，如果时间2、3年就会忘掉那个女孩子，对很多的印象一点都没有。但是在情感上呢，可能20、30年都不会忘记。所以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情感因素会比生理因素要多多一些。西西西西西西是谁啊？这俩西西两个字我还真不知道真还不知道啊。你说这个我肯定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逻辑关系。我在我认识的所有的群体里，只有一个女孩叫西西东南西北西的西西西但是很遗憾，我跟这个女孩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关系，就是一个朋友普通的一个朋友，没有任何一点更深层的一个交往关系。就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块会来电，有的时候呢就是不来电，或者说就是在很普通的场合去接触和交往的。不过这个西西的小孩呢，就是一个朋友，还能就列为，但是其他东西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新西兰、新加坡，新西兰吧，至少的物价水平会低一点，没有形成通胀，好吧？抱歉，那个视频那俩人都不是，而且跟西西这名字都没关系，好吧？那两个人都不是这个体系的啊。面具姑娘是这可以说没关系深圳电视台的原来电视台的一个主播，深圳电视台的深圳人但是这个专门的广播学院的，就是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戴面具，要不然呢可能很多人会认识他，好吧？那跟我是确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还是一个那个啥主持人，还有什么？我这么努力是
我说过了，来自于朋友跟我说的一个话，其实我来了以后也没这么努力。后来人家说上天给了你这个东西，然后呢，你要不用的话，上天就给你收回了，就是脑子、说话、条理、逻辑。我跟大家真心说实话，你看像我快60岁了，我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就是前一段时间陷入的一个难题，很长时间到国外以后，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么多的时间该干什么。我就陷入了一种苦恼，就是给我这么多的时间，我应该去做什么？不知道，就是每一天都有很多时间，所以呢，要把时间消耗掉的，花费的力量很大。很多人说可以学英语，学英语是需要动力的，我没有动力，因为某种程度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过的日子到死也不会有什么生活的物质问题。所以呢，身边也有朋友，所以没有动力去学英语。还有的人说体育运动，你可以趁此健身，没有动力去健身。就我这把年纪了，我还要一个好身材干什么呢？没有动力去健身。社交呢本身就不是我喜欢那个活动，而玩儿呢，年轻时候都玩过赌，当年很多赌场啊、云顶什么都是白金客户赌博，开车跑场地赛车、跑越野赛车全都玩过当年打桥牌呀、打架子鼓啊，就是但凡能玩儿的咱们日常生活中能选的太多东西都玩过。所以呢，这个能玩儿的都玩儿过了，就对很多东西坐船去旅游什么的，对很多东西就没那么大的兴趣了，因为已经过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怎么摆脱人生，就是上天给了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最后呢就接受教育，接受建议。对，确实是，就是上天给了你这个特长，你要不用，老天就得给你收回去。那我也不希望我是个傻子，要用脑子，所以就开始做这些东西。嗯。我没什么辟谣的，你们问的人我肯定是可以。啊，你们问的人我肯定都是可以的。啪啪啪的念头更长，年轻人会在意。我年轻时候也是一样啊，年轻时候也是一样。对呀，你们想想那个时候那得多跳跃啊！我现在大儿子才9岁，我快60了，你们知道我年轻时候多跳跃。对，所以呢，就大家知道肯定都是经常干坏事儿的，年轻的时候。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就稳定下来了，就没那么强的一个心思了。嗯，更多的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个爱好了，真的没有这么多的爱好了。哎，我修不动心了，就是我已经散漫时间太长了。其实40岁如果静不下来，修不了心，您就没办法向真知圣贤走了。我当年还觉得我挺得意的，当年跟老师吹牛逼说这个说那个，对。但是到40岁的时候没静心，走到50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再回到那种静心的状态，再往前走就很难了。我又没有那种这个机缘顿悟的一个机缘，所以呢，就发现现在主要去修还修不动了。对，所有的事情大家都是百无聊赖，所以呢，每天怎么让这么多时间过去，让生命中，所以讲这个东西和现在做一些事儿，也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一些事儿。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会跟大家发一下两个东西是我现在做的，能跟大家有关的。一个是帮大家做代孕的事儿，中国国内的孩子就可以，国内的就可以50-60万而且呢是经验很丰富、年头很长、大量案例的这样的机构跟大家合作，你都能够在就很多那个叫那个叫什么不是拼多多那个叫美团呐，还有什么上面都看得见他们自己的这个宣传这样的机构啊，一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国内的，既可以是做试管儿也可以是代孕，就是爸妈都不想生，找女孩子做，也可以是海外的，十几个国家可以选择啊。昨天也会去帮大家讲了，最远的一直到美国，美国会贵一些100多万全部的费用。第二个帮大家选择呢，现在可以有一些好的可以润的地方，拿到一些很快的会拿到一些护照。
大国的护照，小国的护照很快啊，大家能拿到一些，比如说直接去登陆美国的，我也跟大家讲过小国的护照啊，2周到4周就可以拿到，价格不贵，而且几乎没什么太多的一个费用，大家基本都干得起。还有就是一些大国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国家的护照，相对来讲1年到3年的时间不能比现在咱见过的大国都要快得多。这都是一些跟政府沟通和交流的一些结果，当然都不是我的能力，是我所在团队的一些比较厉害的老哥做的一些东西。那时候到时候可以跟大家讲啊，大家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因为都是国内的，比如说生育都是国内的机构啊，你们自己到时候我告诉你们完了，你们自己直接找这些国内的机构沟通交流就 OK， 好吧？啊，那你算算就知道我的孩子，我最小的孩子4岁。宠物可以带宠物，不仅是带宠物可以出去。前一段时间我这边的一个女孩子的朋友，不光是带着宠物，而且带着宠物去跳伞，啊，去瑞士滑雪，去跳伞，国外很逗的，对，很逗的。说自己跳下来以后在边上吐，然后他的那个狗狗跳下来，在边上尿了泡尿就没事儿了，啊，就西方人很逗的，西方人你去一些商场，去很多地方，都会看到人家就带着狗狗在商场里面走。绝对是允许的，没有人管的。啊，宠物很正的，公开的法律不允许，灰色的边界吧，好吧，灰色的边界。生育是这样的，你在代孕，为什么有的人会在海外代孕呢？选在海外代孕的情况，大部分是选这个他的法律允许生下这个孩子就归属这个国家的公民。为什么愿意去美国？是因为美国生下的孩子就是美国公民可以选，而你在英国生下的孩子就不行，他只能归属于父母的籍贯。所以爸妈是中国人，在英国生的孩子还是爸妈。但是如果爸妈是中国人，在美国生的孩子就是美国公民，明白了吧？嗯，小国护照要看这个护照是总统颁发的还是宪法授权的。对，如果是宪法授权的啊，加勒比海6国宪法授权的，这个护照就是有用的。啊，总统颁发的，土耳其的护照都是总统颁发的，宪法里没有。那根据你的出生纸，你不是土耳其出生的，根据土耳其宪法，非土耳其出生的人，那办的护照无效。那也就是总统在，埃尔多安在，这护照有用；埃尔多安不在，这护照就没用了。啊，所以呢，办护照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是总统护照，总统颁发的，还是宪法颁发的、颁布的。此外呢，不要在护照上更改任何信息。有人会改年龄、出生地，这个护照就作废了。因为你让任何正式的国家发现你的护照跟你自己真实的年龄或出生地不一样，他就会认为这个护照是伪造的。因为全世界规定一个人一条生命只能在一个时间点在一个地方出生，而你自己选择不是这一个出生点，不在这儿，那就没有你这个人，这个人就不存在，不可能出现这个人，那这个护照就是伪造的。所以很多中国的女孩子为了到海外去傍大款，都在去办小国护照的时候更改年龄、更改出生地。最后这个护照一经发现，大量护照都被作废，而且这个人要被大概率遣返，有的还要关监狱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办护照中的这个雷啊，很多办理的过程中只给你去办，不给你讲，因为有的女孩子就傻啊，我想改小5岁，这样的可以傍大款。你不明白你是长得小，但你只要敢改小，那你就等于这本护照没用，将来出事还可能是刑事案件。对，反共大计不能聊，我哪知道现在听我的人都是谁呀？我肯定是有反共大计，但是我不能聊，因为我哪知道现在听的人都是谁呀？我听完了，我让中共有准备是吧？啊，我让中共到时候可以折腾我是吧？那不可能的啊，那不可能的。迪拜的房地产项目现在正在做，哎呀，到国外你才知道那个效率有多低，效率有多低。全世界跟中国办事效率能相似的，我们谈不同的国家来说啊，就是新加坡，台湾都不如新加坡啊，真诚的说，就新加坡的办事效率是最高的，剩下其他的很多国家那低极了，那办事效率低极了啊，这也挺善恶。折腾
顶住了，这不就顶上颚了吗？舌顶上颚啊。赌场是这样，在阿联酋，我再说一遍，阿联酋迪拜现在的赌场不确认。阿联酋我再说一遍，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颁布的，现在能够确认的赌场都在拉斯海马。阿联酋我再说一遍，都叫谢赫穆罕默德，7个酋长国，相当于中国7个省，迪拜是一个省，拉斯海马是另外一个省。拉斯海马的赌场在建，但是迪拜的赌场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确认，听明白了吗？啊，阿联酋，嗯。哎呦，那我哪知道带猫狗出去费用多高？那你得问航空公司，好吗？道德法律问题是自己认为的，对自己去感受，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为啥呢？因为现在很多女性在意自己，跟大家讲一下啊，你们有没有人知道，女孩子生完了以后，孩子在整个孕育的过程中都是拼命跟妈妈在争营养的，拼命跟妈妈争。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孩子在半成品就要出生？说如果孩子要3%到30%开始去养大脑的时候，他通过脐带从妈妈身体里面收取的营养，是能把这个妈妈折腾的半残的。如果这个妈妈没有足够的营养摄入，这个妈妈可能命都没了一半。就是孩子在孕育的过程中是拼命跟妈妈争的，所以所有的妈妈生完了孩子，半条命就没了。而且身体永远不会恢复，永远不会，做什么都没办法。比如说胸，未生育的女孩子胸里面是有核的，硬硬的叫乳核，跟大家讲一下，所有的女孩子都有，仔细摸都能摸出来。但是只要生孩子喂奶，不管你真的喂不喂，你的胸因为对于要生的孩子，它都进入哺乳的状态，奶核就全化了，这个胸就是软的了。所以大家知道，很多没有生孩子之前的女孩子胸是挺的，生完了孩子以后，我们俗称叫布袋奶，这个胸里也没有乳核撑着，胸就耷拉下来了，就软了。然后包括盆腔，包括很多变化。所以呢，现在呢，很多女性为什么会代孕？咱们别管她道德信仰再说，为什么会代孕？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想出现这样一个有宝宝跟自己争营养，然后把自己折腾的身体不行的这么一个10个月的过程。所以她希望自己还是个年轻漂亮的一个过程，她才选择去代孕。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看作它一种不同的选择方式而已，好吧？选择方式而已啊。对，在国外治病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去很高端的花钱的私立医院，在公立医院就是要等时间。嗯，哎呦，在女人一起恐怖，我也没有试过恐怖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克服。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不是去哪儿就一定会旺。如果这么简单，跟大家讲讲要改变你们人生，我已经说过太多太多太多次了，其实不想重复了。你们讲这个是运程啊，九子离火运程，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五学习六名七相八敬神九贵人十养生，影响你发展的是这10个因素。命之后的运，你讲这只有一个运程，一个运程影响不了这10个因素的整体，你其他因素不行，你还是没有好的发展，知道吧？别光人家给你讲一个啊，我不吃牛肉，不吃猪肉，是不是命就好了？哎，我去了海南，命就好了，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看多大岁数啊，多大？如果你孩子已经7、8个月，你的奶水已经生成一挤，你已经有奶水出来了，这时候已经不可逆了，你的乳核就化掉了啊，就化掉了。是的，包括一孕傻3年，这是大脑争夺大脑里的 DHA 等等，还有就是身体的精力体力不如以前，这也是孩子去争夺的一个营养，小生命来争夺的一个营养，就没有办法啊。不流产要看多大的年代，有的很大岁数，就是很大月份了啊，他不想要，但是已经出现这个奶水了就不行了。
禁欲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人体那是自然的，就是你的欲望是上天给你的，你为什么要去禁止它呢？你要去疏导它、舒缓它，对吧？有人跟我说，那男的没有女孩怎么办？没有女孩，你有五姑娘啊，没有女孩，你有五姑娘啊，你也不会去禁欲啊。说女孩没有男的，没有男的有小工具啊，对吧？有小工具啊，你也不用去禁欲呀，啊，这个想是我太胖了。这就是人嘛，就别给自己约束成这个样子，你就活一辈子，活在当下，你还禁欲，给自己约束成那个样子，那我觉得有点累。啊，我不是晚年找，我中间有一段7年的婚姻，但是没有孩子。啊，因为当时的结婚对象是个很有名的一个模特儿1米8多的个子，然后呢，对自己的身材很在意，所以很多年都没有要孩子，啊。然后呢，后来这也是双方之间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啊，现在呢，这个前妻呢，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啊，生了一个混血的宝宝。对，因为年纪就很大了，嗯，所以呢，不是那个什么，这个是那个什么。啊，那频不频繁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了，对吧？你既不能禁欲，又不能被欲望牵着走，而是要在中间选择一个平衡点。人不都是这样子的吗？对，中美4到6月，按照印度神童的预测，现在看起来是4月，他没有说到6月，对吧？啊，印度神曾预测要出事儿的地理位置，中国的位置4月份要出大事儿，啊，中国边界要出大事儿4月份。那根据印度神童的预测，那会是啥事儿呢？那就看看4月份这个印度神童的预测准还是不准了，咱们就不知道了，好吧？啊，就不知道了。港股你还在香港炒股票，那香港都快崩溃了，你还炒港股？你知道我认识多少港股的大股东，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现在都崩溃了，他们要有办法用着这么那个什么。无性婚姻看是因为啥了？如果双方是政治婚姻，爸妈家结合的政治婚姻，而且双方又允许男的可以在外面随便找女孩啪啪啪，女孩随便在外面找男的，那可以无性啊。对，婚姻中无性不代表人无性。如果说一个婚姻要求人也无性，那我觉得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婚姻呢？很怪异的一个事情。女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女奴啊，女权啊。国内的女权跟西方比差远了，国内那都不叫女权，你到了欧洲你才知道什么叫女权。国内女权主义是停留在嘴上嚷嚷的，大街上经常见到男孩冲女孩发脾气的，甚至于家里面有跟女孩动手的。你要知道这东西在欧洲都被抓起来的。啊，都会被抓起来。而且女孩子如果男人如果辱骂女性或跟女孩动手，根本不是女孩说撤案就撤案的，属于公诉案件。听明白了？公诉案件，无性婚姻我觉得维持不了，就单婚姻就是人都无性维持不了啊，单是婚姻那个什么就是。真要出事儿的话，也可以偷渡，现在都可以在越南偷渡，云南很难了，因为缅甸在战争，可以从越南偷渡，在国内找关系。真想找，好好去互联网上多扒拉扒拉，多看看啊！现在哪儿应该都无法搜索翟山鹰了啊！你就是找得到，在百度找得到，也都是2020年以后的事，就是我是土颗粒里冒出来的啊！我这个人在2020年以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国家是没有任何景象跟音讯的。就是我所有的景象和音讯都是2020年以后突然间就出现在互联网上，然后被一堆人骂。啊，在此之前，我这个人在中国这个国家是一个隐形人，什么信息大家都看不见。啊，所以呢，中国政府就是蠢。你要想去改一个人的信息，去删一个人的东西，开个玩笑，您稍微做点延续。
您延续都不做，结果弄一个人跟土坑里冒出来的才出现的一个人，对吧？这他妈不是很奇怪吗？啊，这个人能做天样大事儿，能骗好几百亿，那他以前最起码在中国应该多多少少能找到点这个人的痕迹，没有，突然间就出现了。啊，骂我呗，没事想怎么骂怎么骂，只要你们能涨粉。关键是难，我看到今年2024年1月份有些人在网上骂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粉丝，没用，没有粉丝，就是我这热度够了，你得想新的招骂我，老招骂我都骂不出粉丝了。嗯。存款30万留现金就可以了，存款也没啥利息。你看这不断降息降的，关键你拿钱出来花的时候很麻烦，你将来能不能拿出来都不一定。啊，你现在你也知道，现在你取个钱、取个现金多费劲呢。所以我建议像这种东西，你就直接放在手里就挺好，随时能用。如果想结婚的话，就别管对方是啥了，你目的不是有孩子吗？你找对象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孩子吗？那就无所谓了，什么人都行，只要能生孩子就行，对吧？那你现在放在银行，你拿不出来怎么办呢？啊，我什么星座？你看问这个话你就不懂，你应该问我什么星盘，或者最少你应该问我太阳宫、上升、月亮宫这3个星座都是什么啊？你单问我什么星座就显得老外了，因为一个人在30岁之前主导的是太阳宫显性性格，30岁以后主导显性是上升星座，而他所有的潜在的人格，也就是潜意识的内心是月亮宫决定的。所以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潜意识能够驾驭显性人格，那就是月亮宫决定他一生的这个性格。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显性格有，潜意识只在某时候发作，所以30岁之前是太阳，30岁之后是上升。啊，看星盘随便在网上，比如网易呀、腾讯找个星盘俩字儿一检索，输入年月日时就看到了。我说了，农村人找对象就找个女的能生孩子的就结婚就完了，其他我也不清楚，对吧？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找对象好复杂的一个事情，啊，好复杂的一个东西。我不看八字太累了，好朋友会免费给他们聊一些东西。嗯，知道有3、4个有关系的，那又能怎么办呢？又能怎么办呢？对吧？人不是我讲过吗？说为什么这么多男的在村里面，这么多男的追你，为什么最后你就嫁给我了呀？他媳妇儿说：“是啊，你看那么多男的，就你睡觉的时候不打呼噜，他们都打，对吧？”这段子啊，自己去想。狮子座，火象星座，君临天下啊。明天的话题还是一些这个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话题，因为最近国内出的事儿太多了。大家还记得1月份乌鸦嘴吧？你们现在2月份看到桥是不是也断了？啊，大火是不是在烧？啊，对吧？啊，云贵川，对。然后现在看见这种带着孩子一块儿死的家庭有多少？有没有人知道今天在北京大街上还有好多碎尸，后来路面全都被封禁了。你们看看现在多少事儿在出现，不光是闹的、砸的这种抗议的，你看看现在出了多少事儿。黄金能买啊？啊，六里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碎尸，但是我哪会神呢？那儿一碎尸我就知道怎么碎的，那我怎么可能就这么神呢？我能知道六里桥有碎尸，就只能知道这个程度啊，因为那时候出现碎尸，在抛尸的时候没发现，所以车过去以后把尸体都压在路面上。就为什么这么多问题？因为桥断了以后没人去管，所以1个多小时以后，这个车从桥上掉下去摔死了。山火着了以后没人去管，所以等6个小时以后，这个火着大了，有人报了去。
然后这个水里面的这个叫这个水族馆的表演运动员，因为缺氧淹死在里面了，就是已经没有氧气死在里面了。然后去游客找水族馆的这个人15分钟都没有人搭理，啊，等有人搭理的时候再捞这个人已经死翘翘了，啊，就包括我刚才六里桥这个尸体压的饼饼一样，这么长时间都没人管，白天那么多人看了才处理。就是等等事就表示我跟大家都讲过，就是现在是一个完全躺平的阶段。就原来出事儿跟现在不一样，就是出了事儿有人管。现在你发现出了事儿就出呗，这个事儿只要不大，就没人管啊。那媒体封锁了，你就不知道。山东的事儿就各种事儿，只要媒体封锁，中国是捂嘴嘛？中国捂嘴厉害，关键字一查，所有涉及到的关键字一查，你就根本发不出信息来，你的微信也传不出去啊，你的公告栏什么外面都传不出去，因为只要把关键字一封，就找不着了。嗯。就是摄像头这个咱就不知道它能没能查出来了呗。但是呢，就是你们没太见过这种事儿，就是在六里桥这么繁华的地方，尸体印，压的跟饼饼似的，在路上就这么多抛的尸体，然后呢，车也没人管，行人过去也没人管，啊，最后有人发现那都是死尸，才碎尸，才有人报，才有人管，这个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管了啊。不要去新加坡，新加坡第一个拿永居很费劲，第二个永居转护照难度几乎是太的大了，啊，抽签儿没可能的，不要去拿新加坡的这个东西，啊。那其他就不聊了，大家问我东西都不聊了，好吗？嗯。啊，加代不是北京的吧？加代是北京吗？加代是黑社会的，但是加代是北京的，不是北京的我就不知道了。啊，就是很多人都在北京去冒充一些事儿，大家愿意听，下回给你们讲北京的人。哎，抱歉啊，太胖了，这吱嘎吱嘎响。你像现在有人说北京的京城四少，我就乐了。有人给我讲什么谁的儿子，什么什么做饭的，什么张兰的儿子，京城四少，哎，我就真乐了，就我没办法不乐。京城四少，我那个年代京城四少都是谁？什么什么这个李小鹏、陈晓彤，不是是叫陈晓彤啊？京城四少是4个政治局委员，3个常委，1个非常委，乔石的孩子，陈希同的是陈希同的孩子，李鹏的孩子，还一个谁的孩子？这是人家京城四少，人当年京城四少爹都是副国级和正国级领导，才叫京城四少。就是很多人跟我讲什么黑社会什么的，我实际上我就乐，就网传的很多这种北京的段子，其实真没得听，真没得听。你们要问我，到时候都可以去问啊。汪小菲那是什么狗屎玩意儿？他都就这些人敢叫京城四少，我觉得也就是这些老的玩主实在是都笑话，就太 low 了，不愿意跟他们一起用事就算了。啊，就大家有机会去查一查啊，就我说这个人京城四少都是谁？那为什么叫四少？那是这4个人的爹，不是副国级就是正国级，那您叫四少，这都没啥可说的，对吧？你说你这也能叫京城四少？我就哦，对，乔四儿，啊，陈希同不是陈幸同，陈希同。所以呢，你说现在这个就是传啊，还有一些野地里的事儿也是真的，比如说天桥的，是天桥老流氓吧？啊，还是天桥小地主啊？忘了，小地主老流氓那是真的啊。这些愿意听，到时候都可以跟大家去讲啊。怎么能强奸400多个女的，警察抓不到？这到时候愿意听，大家都可以大家讲，好吧？啊，今天就这样啊。所以你们讲的这些北京的很多老的故事啊，就是外面底下是个什么人就敢支棱，就敢叫板啊，我就乐。但是大家也听过，北京随便掉块砖下去都能砸死一个部长。所以你就想想，就这样的城市，敢叫四少的，那都得是什么背景？所以后面那些人呢，你就除非
乐一乐，就是我叫什么又四少又什么年轻什么，你就除了乐，你也不知道该说点啥了，好吧？啊，那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快乐。我净跟大家瞎说啊，邮箱可以移民，我到时候会真的讲一期吧，就是专门包括移民的事儿，包括代孕的事儿，我给大家讲一期，然后资料我给大家到时候发一下，大家愿意可以自己直接去找，好吗？啊，好吗？对，张学良的级别叫四少，你看张作霖这么多儿子，就知道张学良。对呀，你为什么就只知道张学良啊？啊，因为只有这个级别才上，张作霖其他的儿子你都不知道叫什么，对吧？啊，好，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